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保坂龙先生所著的《让心灵安宁的退休后极简生活术》。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希望在简单生活中依然感到满足，希望在退休后过得轻松不焦虑的读者阅读。作者先强调了一点，想要变得轻松，是一种能力；让自己舒心，是一种选择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书中的重点内容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勇于从肩上放下负担，人生后半段的活法将会改变；第二，通过整理身边物品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勇于从肩上放下负担，人生后半段的活法将会改变。随着年龄渐长，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力，都会慢慢下降。过去轻松就能完成的事，现在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与气力。以前不在意的小事，现在也会让人感到烦躁或疲惫。很多人将这样的变化视为退步，但保坂先生却提醒我们，老化并不是失败，而是人生进入另一个阶段。在人生的下坡路上，我们反而更容易依靠经验和智慧，分辨出什么才值得珍惜、值得保留。那些不必要的执着，不再适合的角色，不再需要的物品，其实早该从肩上卸下。就像身体在减去多余的脂肪后会变得轻盈健康一样，生活在减去多余负担后也会变得舒适简单。所谓极简，不是减少拥有，而是减少无谓的消耗，减少打扫负担，减少人际压力，减少让人疲惫的物品与承诺，让生活恢复呼吸空间。这样的过程就是迈向身心同时获得轻松与自由的第一步。从想要更多到这样就好的生活观转变，人们过去经历过明明想要却得不到的时代。在物资短缺的大环境下，人们学会忍耐，也因此形成一种得到一点就要抓紧的心理。后来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时期，各种商品大量涌现，人们第一次有了想买什么就能买的自由，于是想要就买，多多益善，成了那个时代的象征。直到今天，许多年长的人仍保留着这种消费习惯，即便家中已堆满物品，只要有人说这个给你，他们还是会自然而然伸手接过来，即便那东西根本用不到，也会想先拿着，以后可能用得上。这一切都源自过去时代刻在心里的匮乏感。但现在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，物品已经从稀缺变成了过剩，然而，人们的心却依然停留在还不够，要更多的模式里。这种模式只会带来压力、焦虑与无尽的空虚感。因为无论你再怎么买，再怎么拥有，只要心里觉得不够，你永远无法真正满足。所以，保坂先生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：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不断获得，而是来自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。真正需要的往往并不多。进入退休阶段之后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其实比想象中更少。不需要太多衣服，只要穿着舒适即可；不需要太多家电，只要生活顺畅即可；不需要太多责任，只要心中轻松即可；不需要太多交际，只要保持愉快即可。年轻时，我们靠欲望向前冲；步入中年与老年，我们可以靠选择让自己轻松。有些东西拥有的越多，生活越沉重；有些东西越舍弃，心就越自由。幸福来自拥有的，而不是没有的。你是否曾经这样想过？如果我再有一点钱就好了，如果房子再大一点就好了，如果孩子更有成就就好了，如果我身体再健康一点就好了。这些想法看起来合理，但其实会不断削弱幸福感，因为他们把焦点放在没有的东西上，并把现在贬低的一文不值。但试着这样想，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可以安心休息的家，我能够吃饱穿暖，这是幸福。我拥有几个可以交心的朋友，这已经很宝贵。我现在还能走路，还能说话，还能过正常生活。当你把注意力从缺乏移到拥有，人生的光线就彻底不一样了。现实相同，
但心境不同，看向缺乏时，人生充满遗憾；看向拥有时，人生处处丰盛。放下是另一种得到。当你学会放下永无止境的欲望，放下不必要的物品，放下已经耗尽的关系，放下对他人目光的执着，放下必须做到完美的压力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竟然变得更自由、更轻松，也更幸福。退休后的极简，不是让你放弃生活，而是让你终于能好好生活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通过整理身边物品，人生后半段的活法将会改变。反正这些东西也带不去另一个世界，身边整理的诀窍，无论地位多高，家庭多富裕，人生的起点都是一样的，赤裸裸、一无所有的来到这个世界。而无论一生积累了多少财富，最终离开时能带走的也几乎为零。就算人们会把喜欢的物品放进棺材里，那数量也是微乎其微。赤裸来，赤裸去，如果用这种眼光看待人生，会突然发现我们对物质的执着，往往既沉重又有些可笑。当然，年轻时不必每天想着死后什么也带不走，但当人生步入后半段，从这个角度回望日常生活，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。作者每年都会有1、2次彻底整理自己的房间，因为身边整理这件事，永远无法交给他人代劳。什么要留下，什么要丢掉，只有自己最明白。就连物品怎么收纳，也必须亲自决定，否则有一天会把麻烦留给别人。每次整理时，作者都会默念一句话：反正这些东西也带不走。只要这样想，那些原本舍不得丢的杂物，也就自然变得豁然开朗，更容易放手。作者的母亲曾经非常爱囤物，连点心礼盒的空盒子都舍不得扔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去探望一位入住介户型老人院的好友，那位朋友住的是院里最宽敞的房间，但除去洗手台与厕所，可使用的空间只有约13平方米，放一张床、一个小衣柜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就几乎放满了。而在同样的13平方米空间里，有些人的房间清爽舒适，有些人却塞满到天花板，好像仓库一样，谁住得更自在，不言而喻。从那天起，作者的母亲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，开始主动整理物品。她丢东西丢得飞快，家人甚至惊讶：真的要扔吗？她笑着说：这是以后入住老人院的练习啊。但真正的改变，或许是在那一天，她第一次真正看到，原来人能住得幸福，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。是否真的会入住老人院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不再执着于拥有过多的物品，而愿意主动整理。这是迎接老年生活的一大迈进。列个清单，今天你真正使用了哪些东西？东西多是否等于生活富足？这很值得思考。事实上，我们每天真正用到的东西极其有限，例如吃饭的餐具、牙刷、毛巾、衣服、鞋子。仔细回想，一天之内实际拿在手上用过的物品就这么几项，而家里堆积如山的其他物品，有多少已经1年以上没碰过，甚至忘记它们的存在。只要哪天把壁橱或收纳柜全部倒出来，就会惊讶地发现，2、3年没用，甚至完全忘记拥有的东西，会不断出现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也更容易忘记物品放在哪。那些未来说不定会用到的物品，往往永远不会被用到。所以，如果今后是否会用到，不能明确说会，那就放手吧。没有它们，生活并不会受到影响，只留下真正喜欢、真正常用的物品，其余的勇敢告别。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，会发现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，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。当看清这一点，过去那种想要更多的冲动，也会随之平静下来。被物品淹没的生活，会突然显得沉重而不必要。人生后半场，能量有限，别浪费在无用之物上。即使是不常用的物品，只要存在，就需要承担责任。
需要空间放置，需要打扫，需要整理，需要维护，需要在搬家或断舍离时再次面对。进入人生下半场后，体力、时间、精力都有限，难道要把这些宝贵的资源花在几乎不会再用的东西身上吗？不如把时间和力气用在真正喜欢、真正享受的生活上。我们追求的是只被真正重要的东西包围的清爽人生，让生活一点点轻装前行，先卸下那些来自过去的重量，把现在的宝贵时间用在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上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才是最奢侈的生活方式。生活方式可以从居住空间看出。反之，当居住空间变简单，人生也会随之变轻松，成为品味简单的生活大师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们越来越懂得欣赏朴素干净、纯粹的美，饮食也是如此。吃到优质的京都腌菜时，心里会感叹，只要这个就很满足了。当学会品味简单，便自然会追求质感，因为剔除多余之后，事物本质的美会被放大，这就是简单生活的真味。当然，要体会这种境界，需要经历过年轻时期想什么都试试的旺盛阶段。也正因为经历丰富，如今才有能力沉静下来，享受简单的丰盈。从今天开始，向回归简单迈出一步吧。有人说，回归简单是最成熟的生活方式。当人生进入元熟期，每一天都值得朝更高质的简单迈进。前方等待我们的是简洁整洁、平静满足的幸福日常。因为简单，所以宁静；因为简单，所以更有余裕；因为简单，所以更幸福。当我们逐渐明白拥有的少，生活反而更丰盈时，整理不再是负担，而是一种让生命变得轻盈的方式。它不是把东西丢掉，而是重新选择未来想要怎样生活，把无用的物品、无谓的执念、无形的负担一一点亮。留在身边的，便只剩真正珍贵的事物。房间变干净，心也会变得有空间。人生后半段，不再需要拼命追求外在的丰富，而更需要向内寻找那份宁静与满足，让生活简单下来，让心灵轻盈起来。这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，也是一段更自在、更温柔的全新旅程的开始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